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瘦肉不要總是炒着吃。今天分享不一樣的新吃法，這種做法很多朋友都沒有吃過，更加沒有看過。首先準備800克的里脊肉，清洗乾淨，然後再切成1厘米左右的厚片。里脊肉肉質鮮嫩，沒有什麼肥肉，也可以放在冰箱冷凍1個小時再切，這樣在切的過程中會更方便，厚度更均勻。接下來把肉片切成小條，寬度大約在1公分左右。我們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，使其在後續的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里脊肉是豬身上最嫩、脂肪最少的部位之一，肉質細嫩，纖維比較細，不塞牙，主要是容易被吸收利用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我們調個蔥薑水，一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切成3公分左右的小長段，放在小碗中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同樣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絲，全部切好和蔥段放在一起，加入小半碗的溫水。用我老婆陪嫁的擀面杖，把蔥薑倒出蔥薑汁。蔥薑是天然的去腥材料，蔥薑汁是天然的嫩肉劑。處理成視頻中這樣放在一旁備用。接着準備一口鍋，不要放油，準備小把乾花椒放在鍋中，開小火把乾花椒炒香，整個過程大約在1分鐘左右。市場上面買回來的花椒麻辣味不夠，最好像視頻中這樣把花椒炒一下，然後放在鍋董裡面，把花椒捣成碎末，這樣做出來的花椒粉香味濃郁，盛在準備好的小碗中備用。接着就是關鍵的一步，我們要把肉條醃制一下，往裡面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小半勺的花椒粉，加入多一點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然後倒入準備好的蔥薑汁，下手充分抓拌均勻。這裡我們千萬不能加料酒，因為料酒的味道很衝，那樣的話會影響整道菜的口感。抓拌均勻放在一旁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往裡面加入大約50克左右的紅薯澱粉，千萬不能加麵粉。我們往裡面加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量大約在3到4個就可以。用筷子充分攪拌均勻，使雞蛋和紅薯澱粉完美的融合。這個時候的紅薯澱粉明顯感覺有點少，接下來再加入2大勺，再次攪拌均勻，最好是少量多次的加入。接下來加入大約50毫升的啤酒，這裡我們千萬不能加清水，啤酒裡有二氧化碳，炸的時候會產生小氣泡，讓麵糊更蓬鬆更酥脆，涼了也不容易變軟塌。這也是飯店大廚教我的小技巧，大家一定要收藏起來。如果是太稀了，我們就加入紅薯澱粉，太乾我們就加入啤酒。調製成視頻中這樣，把麵糊掛在筷子上面不脫落，這個時候的濃稠度就剛剛好。然後加入1大勺的食用油，再次攪拌均勻。油能讓麵糊更順滑，更好掛漿。炸出來的食材外表不花硬，不起皮，顏色金黃花亮。把調製好的麵糊倒在醃制好的瘦肉條裡面，用手抓拌均勻，讓每一根肉條都能夠均勻地裹上薄薄的一層麵糊。抓的時候一定要輕柔又到位，確保麵糊不結塊不滴露，緊緊掛在肉上，這樣炸出來的小瘦肉才會外皮完整。充分的抓拌均勻，放在一旁靜置半個小時左右，
使麵腐和瘦肉完美的融合。起鍋加入多一點的食用油，有條件的我們最好加入菜籽油，因為菜籽油煙點比較高，適合油炸，而且炸出來的成品顏色金黃，看着也更有食慾。油溫燒到6成，也就是180度左右，把肉條一根一根的放在鍋中。這裡我們千萬不能一股腦的全倒下去了，不然的話很容易粘連。全程保持中小火，慢慢的炸制。炸小瘦肉一定要分2次炸，這一步是外酥裡嫩的關鍵。第一次炸是為了把肉炸熟，讓麵腐定型，鎖住裡面的汁水，保證肉質鮮嫩不柴。用筷子滑動一下，把粘連在一起的分開來。炸制成視頻中這樣，表面微微金黃，我們就直接撈出來控油備用。用漏勺把鍋裡面的殘渣撈乾淨，這樣炸出來的小瘦肉看起來會更美觀。等到油溫再次升高到180度，我們再把小瘦肉直接倒在鍋中。第二次复炸，用高溫快速把外皮炸至更酥、更脆，顏色更亮，還能逼出多餘的油脂，吃起來不油膩，放涼了也不會回軟。因為油溫比較高，同樣用筷子滑動一下，這樣可以使每一根小瘦肉都受熱均勻，炸制成視頻中這樣，表面金黃。這個時候的小瘦肉看起來就特別的香了。大家聽一聽這個聲音，嘎嘣脆。把炸好的小瘦肉倒在漏勺裡面，充分的控油備用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這樣炸出來的小瘦肉金黃酥脆，外皮蓬鬆不發硬，裡面的里脊肉依舊鮮嫩多汁，每一口都香酥入味。過年餐桌上來上一盤這樣的小瘦肉，家人肯定誇你是大廚。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。嘎嘣脆，比外面買的還要好吃。我家小孩就喜歡吃番茄的味道，往小碗中加入一勺番茄沙司，這樣吃起來酸酸甜甜的，真的是太美味了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一下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